Hi，大家好，又係我 Patrick。今年世界預言咧特別多，喺呢個7月5號咧，話日本將會出現大地震，教宗聖方濟各咧可能係最後一位教宗。美國國債咧喺6月出現嚴重嘅違約一事咧對黃金版影響係十分大嘅，所以呢集咧將分析美國違約嘅機會。事不宜遲，現在請大家細心欣賞金融穿梭。美國商務部公布，今年首季美國國內生產總值 GDP 以年率計咧，按年倒退0.3%，差過預期，亦係2022年首季以嚟咧再次出現收縮。美國經濟相隔3年再陷收縮，再次引發市場嘅擔憂。美國勞工統計局喺禮拜5公布數據顯示，4月份美國經濟咧意外增加177000個就業崗位，增幅較3月下調後嘅185000個就業機會略有放緩。同時失業率咧維持喺4.2% 不變，處於歷史嘅低點。數據公布後咧就帶動美股上升。截至5月3號，各項指數印記，美匯指數自年初咧下跌咗8%，報100.05。10年期國債咧自1月初咧就下跌咗5%，報4.3%。道指報41317點，標指報5686點，納指報17977點，分別從近期嘅高位下跌8%、7%同埋11%。黃金報3241美元，自1月初上升24%。白銀報32.06美元，自1月初咧係上升咗11%。外媒報道，特朗普喺禮拜二29號再次抨擊聯儲局，喺呢個密歇根州一個集會上表示，佢希望咧對聯儲局非常友善同埋尊重嘅。又補充話，原本咧係唔應該批評聯儲局嘅，應該讓佢哋咧做自己嘅事情。但係佢重申咧自己比佢更了解利率。特朗普再度抨擊聯儲局主席鮑威爾，直言咧聯儲局嗰個人咧並沒有真正做好工作。雖然特朗普咧並沒有提到嗰個人嘅名字，但矛頭咧顯然直指呢個鮑威爾嘅。根據定義咧，經濟衰退咧係指連續2季嘅經濟萎縮。一般嚟講咧，經濟衰退係由外部或者內部因素引發市場失衡所造成嘅。美國經濟相隔3年再陷收縮，再次引發市場嘅擔憂。特朗普稱呢啲咧係拜登政府造成嘅，佢又辯稱自己喺1月20號先至接手，承諾咧經濟繁榮咧將需要一段時間等待嘅，請大家耐心等待。大家都應該睇到㗎啦。特朗普指目前所有對經濟造成嘅壞影響咧，都係由拜登同埋鮑威爾一手造成嘅。美國財長貝森特當然要撐老闆特朗普啦。佢表示，美國2年期國債孳息率現在咧低於聯邦基金利率啦，係聯儲局應該減息嘅信號。就此，薩默斯卻認為從分析角度而言咧，根據2年期債息嚟推斷聯儲局應該做乜嘢咧，相當不合理。佢補充指，美國總統特朗普敦促聯儲局減息建議咧確實錯誤嘅，而且政治壓力之下咧推高咗長期嘅利率。從多方面嚟睇咧，財政部長貝森特對聯儲局發表嘅評論咧實在更差。原因係財長為經驗豐富嘅金融專業人士，應該了解咧聯儲局嘅獨立性。薩默斯接受外媒訪問時表示，聯儲局倘於下週減息嘅話咧，將削弱人們對聯儲局降低通脹決心嘅信心，導致較長期借貸成本上升。聯儲局若下週減息咧，將為非常嚴重嘅錯誤。根據諮商局 FedWatch 工具顯示，下個禮拜聯儲局不減息嘅機會咧為93.2%。受到美國總統特朗普關稅政策引發嘅不確定性嘅影響咧，美股喺今年以嚟咧表現低迷。
三大指數截至上個禮拜五分別累跌5.7%至10%不等。相反，受惠避險需求嘅增加，金價今年累升26%啦。美銀全球策略師 Michael Hartnett 亦發表報告建議，投資者可以逢高沽出呢個美股。隨住全球經濟再平衡，資金正從美國市場流向其他嘅地區。報告引述近期資金流向指出，所有地區股市均錄得流入，當中歐洲錄得34億美元，新興市場錄得10億美元，日本亦錄得10億美元，唯獨美股錄得8億美元流出，而黃金流入33億美元。上個星期五25號路透社報導，摩根大通禮拜五公布一項調查結果顯示，未來一年美國經濟陷入滯脹嘅風險遠高於衰退，而預計2025年表現最優異嘅資產類別係現金同埋黃金。現在請你按下訂閱、點讚同埋個鐘仔，呢係代表你對我支持同埋俾我做片好大嘅動力嘅。請睇廣告並分享呢集俾你嘅朋友，多謝大家支持。前邊我提到市場憂慮美國國債喺6月違約，咁睇下分析係點先。首先，巨額國債到期壓力，到期嘅規模龐大。根據資料，2025年美國國債總額已達到36.7兆美元，其中約9.2兆美元需在2025年再融資。市場估計6月單月到期債務高達6.5兆美元，相當於美國 GDP 嘅25%。如此龐大到期嘅金額意味住美國政府需迅速籌措資金，通過發行新債還呢個舊債嘅。若市場對新債需求不足或融資成本過高可能引發流動性嘅問題，進而觸發違約嘅疑慮。另外融資環境嘅挑戰，美國聯邦基金利率自2023年起維持喺5.25% 高位，導致新發國債嘅票面利率上升，增加政府利息支出嘅壓力。高利率環境下投資者可能要求更高嘅殖利率，即係風險溢價，咁樣就推高融資嘅成本啦。若市場對美國信用嘅信心下降新發債可能面臨認購不足，進一步加劇違約嘅風險嘅猜測。另一個問題就係財政赤字與債務上限嘅問題。持續高企嘅財政赤字，美國國債增長迅速，2008年為10兆美元，喺呢個2025年已經激增到36.7兆美元啦，顯示長期財政赤字問題。2023年美國年度預算赤字已達到1.7兆美元，預計未來因為醫療社會保障等福利支出，赤字將進一步擴大。巨額嘅赤字意味住政府高度依賴債務嘅融資，若無法有效咁管治可能引發市場對償債能力嘅質疑。跟住債務上限嘅政治僵局，美國國債上限需國會批准提升嘅。過去多次因黨派爭議導致談判僵持，2011年甚至引發信用評級下調，標準普爾將 AAA 降至 AA+。2025年6月到期債務高峰，若恰逢債務上限談判，政治不確定性可能加劇市場恐慌，推高違約嘅預期添。跟住就係市場情緒與傳言放大，外國債權人減持嘅疑慮，市場傳言中國、日本等主要債權國正在減持美國國債。例如，中國持有美國國債從呢個2022年起降至8700億美元，創13年嘅新低。日本作為最大嘅債權國，持有1.1兆美元，但因為國內救市嘅需求拋售部分嘅美債。呢啲行動被市場解讀為美國信用信心減弱，可能推高美債殖利率並加劇拋售嘅壓力。仲有就誇大報導同埋恐慌嘅情緒，部分媒體同埋網絡討論誇大6月違約嘅風險，宣稱美債危機或台股恐跌70%。雖然專家認為美債危機被過分渲染，因為聯儲局可能通過貨幣政策干預嘅。
但此類報導咧仍影響散戶嘅情緒，引發市場波動。最後咧，地緣政治同埋貿易戰嘅影響，特朗普政策嘅不確定性。2025年特朗普政府推行對關稅政策，引發全球貿易嘅緊張，市場擔憂關稅戰可能削弱美國嘅經濟，間接影響財政嘅穩定。有分析指，特朗普可能通過製造不確定性，迫使聯儲局降息，以降低6月再融資嘅成本。若政策失誤呢，可能加劇市場嘅動盪。再講呢，就係美元霸權動搖嘅風險。美國國債被視為全球無風險嘅資產，美元作為儲備貨幣嘅地位呢，依賴對美債嘅信任。若違約傳言成真呢，可能引發資金流向黃金、歐元、人民幣等代替資產，動搖美國霸權，推高發債嘅成本。咁樣美國國債是否真係會喺6月違約呢？咁我揾到個原因，市場嘅傳言呢，同埋誇大數字。市場上咧流傳2025年6月美國國債到期金額高達6.5兆美元，並稱全年到期嘅總額咧為9.2兆美元。呢個數字咧主要來自呢個社交媒體如 X 平台同埋部分財經自媒體嘅報導。市場渲染美債危機或違約嘅風險，亦市場嘅報導咧有時將到期嘅金額同呢個再融資需求咧混為一談嘅，係包括償還舊債與發行新債以覆蓋赤字嘅。2025年全年到期嘅總額咧，根據 Strategas 等機構估算，2025年美國國債到期總額約為9.2兆美元，其中大部分為短期國債 T-bills， 期限係1年或以下嘅，包括需償還嘅本金以及再融資嘅需求，即係新債還呢啲舊債。其實6月到期金額咧並無官方資料明確指出6月單月到期金額達到6.5兆美元。實際上咧，美國財務部咧每個月發行嘅國債咧到期日咧分佈較為平均嘅。短期國債通常咧以週或者月為單位滾動發行嘅。根據市場分析，6月作為到期高峰之一，可能涉及數千億美元嘅短期國債到期，但遠低於6.5兆美元嘅傳言。例如部分分析估計6月到期金額可能在1至2兆美元之間，具體取決於財政部嘅發債計劃同埋再融資嘅安排。回顧歷史背景同埋違約嘅機率，歷史上咧係罕見違約嘅。美國國債歷史上咧幾乎從未發生實質嘅違約，唯一爭議事件係1933年大蕭條期間，政府暫停美債兌換黃金，被部分人視為技術性違約。專家普遍認為美國擁有印鈔嘅能力，聯儲局咧可以購買美債或擴大貨幣嘅供應，違約機率咧極低嘅。另外咧，聯儲局嘅干預功能咧，聯儲局咧可通過量化寬鬆，即係 QE， 或直接購買美債穩定呢個市場嘅。喺過去多次危機咧，如呢個2008年金融海嘯，均成功化解。咁市場對6月違約嘅擔憂，可能更多係短期嘅恐懼，而非長期嘅風險。所以咧，我認為美國國債咧係唔會喺6月違約嘅。我喺2024年尾咧講過，34.4美元咧係白銀嘅大阻力位，似乎白銀咧仍受制於呢個阻力位，並且喺呢個禮拜四更跌穿32美元添。咁先睇下技術面嘅因素先，就係歷史價格嘅壓力。30.4美元係白銀關鍵嘅技術阻力位，接近年嚟咧多個高點。例如喺2025年4月嘅市場數據顯示，白銀喺34.58美元年內嘅高位，同埋35.4美元喺2012年10月峰值之間存在強阻力嘅區間。30.4美元作為中間嘅水平，多次成為價格反彈或回落嘅轉折點。呢種價格嘅水平咧，往往因交易者記憶嘅效應同埋技術圖表分析而形成心理嘅阻力。另外，成交量同埋阻力嘅區間，根據市場嘅分析，白銀喺34至35.4美元之間咧
交易量較高嘅，顯示賣嘅單呢積累。當價格接近30.4美元時呢，賣方力量呢增強，可能導致價格難以突破。喺2025年3月31號嘅報告指出，白銀喺34美元附近嘅波動幅度收窄，顯示市場咧喺呢個水平猶豫不決，未能形成突破嘅動力。再加上技術指標嘅超買，當白銀接近34.4美元時咧，技術指標如 RSI 相對強弱指數可能顯示超買嘅信號，促使交易者咧獲利沽貨，進一步壓制價格上行。例如喺2025年4月1號所見，白銀喺34.46美元咧觸及日高後回落，顯示買方動力不足。再睇下基本面嘅因素啦，美元走強嘅壓力，白銀咧係以美元計價嘅，美匯指數 DXY 嘅強勢通常對白銀價格構成壓力。2025年4月咧，市場報導顯示，由於美中貿易談判樂觀情緒同埋美國亞洲盟友貿易進展，美元獲得支撐，呢個令到白銀咧對持有外幣嘅買家更昂貴，削弱咗需求，限制價格突破34.4美元。另外，工業需求疲弱，白銀不僅係避險嘅資產，仲係廣泛應用於工業嘅，如呢個電子、太陽能電池等。2025年4月嘅市場分析指出，全球製造業信心波動同埋工業需求疲弱信號可能拖累白銀嘅表現。相比之下黃金因為央行買盤同埋避險屬性更強，表現優於白銀，導致白銀難以突破關鍵嘅阻力30.4美元。而央行買盤偏向黃金，白銀同黃金係唔同嘅。各個央行對白銀嘅購買興趣較低，主要集中喺黃金作為儲備嘅資產。2025年4月嘅報告顯示，黃金因央行穩定買盤同埋 ETF 資金流入而大漲，但白銀缺乏呢類嘅支撐，限制咗白銀喺34.4美元以上嘅上行潛力。唔知大家記唔記得喺2023年初黃金經歷咗7次升穿2070美元嘅大阻力位後立即又回落。我當時講我有信心黃金必會突破2070美元嘅，因為我係睇黃金會升穿4000美元嘅，同樣白銀亦會升穿100美元嘅，所以白銀突破34.4美元只係時間嘅問題啫。最近市場分析指黃金下跌係由於特朗普關稅有緩和嘅跡象，同埋美元回升、低失業率。分析預測短期黃金將喺2900至3200美元區間徘徊，但由現在至6月底關鍵影響黃金嘅因素有聯儲局政策。如果聯儲局喺6月18號議息後發出降息嘅指引，咁預期將推高呢個金價嘅。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加劇，將增加避險嘅需求。央行購買，新興市場持續增持，呢個將會支撐呢個金價嘅。市場嘅波動，高位可能引發短期嘅回調。最後關稅嘅風波，如果特朗普大幅減低徵收關稅，甚至對一啲國家豁免嘅話呢個將推低黃金同白銀㗎啦。隨住美國第一季國內生產總值 GDP 萎縮，前美國財政部耶倫喺禮拜五警告話，將對依賴進口嘅企業同埋美國消費者產生巨大嘅負面影響。佢仲補充話，我仲未準備好話我哋將陷入經濟衰退，但可以肯定就係陷入經濟衰退嘅可能性已經大大增加。我認為美國 GDP 萎縮係清楚顯示美國經濟基本面十分差。我相信經濟衰退、股災同埋滯脹最有可能喺2025年上半年某個時間發生嘅。我預計黃金白銀將跟隨股市先下跌，但黃金白銀下跌只係短暫嘅，然後黃金白銀就會進入大牛市，黃金會升上4000美元，白銀亦會升上100美元嘅。不過最後都係我嗰句，變幻才是永恆，咁大家就要拭目以待啦。
歡迎大家加入我嘅 Patreon 成為會員。我只會喺 Patreon 解答會員嘅投資問題。喺每一個視頻呢都設置有聲音版同埋冇廣告版。如果你睇到呢度你仲未訂閱嘅話呢，請你訂閱，因為你嘅訂閱呢係俾我做片好大嘅動力嚟嘅。請按下鐘仔給我點讚，歡迎大家留言，每一個留言呢我都會好仔細咁睇嘅。請睇廣告並將呢集呢分享俾你嘅朋友。多謝大家支持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